你还记得你叫我车上山的时候，我自己都紧张，因为 A 走不太软，整辆车很晃，而这辆车就真的稳。哎呦，他看我油哦，他看我油哦，屁股哎，很听话呀屁股。哦，送。哇哦，过热的问题。哦 ，OK 哦。哦，才讲。Hello， 大家好，我是 Rider， 不是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跟金润冲上云霄系列啦。全新的 Vios 到底它的操控跟动力怎么样呢？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哈。话不多说，我们上车试驾 ，Let's go。非常感谢 Winking 呢借我这辆车，我是从 Winking 王沙马就拿这辆车出来的。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看这辆车呢，他们在巴拉贡啊，在王沙马就或者在班纳银带也是有分行的，不妨可以去看这辆新的 Vios 去摸一下，到底它的感觉是怎么样。那这辆车是 G Spec 的，所以后面有刹车卡钳，前面是单活塞刹车卡钳。那这一次的 Vios 升级了17寸的一个轮圈，205 50R 17寸，前后都一样轮胎。这次轮胎是用在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6，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抓地到底是怎么样哈。里面有坐着 Jonathan， 就是 Winking 的人在一边，还有 Joseph， 因为 Joseph 是 Toyota Vios 的车主。好，又是 AC 关掉，上山试驾了喂，放 Power Mode 了 ，Hill Hold Assist， 放 S。那这辆车的这个转速呢，是在我一脚油门踩下去的时候，它会把它提高到大概2000转这样子，然后呢转速会跌下来，会让它就是会比较有力啦哈，然后走顺了之后，转速跌下来了，达到省油的模式。好，现在我把它拨到 S 档，还有 Power Mode 已经打开了，然后这辆车非常好，有换挡拨片啊，很舒服的一个。然后它整个方向盘的握感呢，都会比上一代来的好，因为它比较薄了一点，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好像那种新的330i 啊，它 G20 的这个方向盘都会比较厚哦，我没有这样喜欢，我反而喜欢 F30 的哈。OK， 那我们试一下过一个弯。喂 ，TNGA 的影子，我不可以讲太多这些东西，被鸟啊。不过它的这个过弯哦，明显是比你那代有分别的哦。有差。它的这个侧倾也没有这么多，然后它整个车呢是好像底盘是很低样子的，过弯压着下去的感觉。OK，let's go。不能降档，哇，这个过弯的感觉很神奇耶！我感觉到整个屁股中去哦，可能后面坐了 Jonathan 啊 ，maybe 啦。哎呦，前面的 Cross 也是很厉害哦，我们去追他。他也会拿 line。但是我的动力就是踩完了的啦，现在啊，138个牛顿米，比上一代少了2个牛顿米，但是呢，马力是106匹。哇，干！哇哦！我都讲了，上山随时要 alert 哦，这个 Innova。这个刹车比上一代哦好了。哦 ，VSC。踩的有过，也是咬着我 bro。
哇，看我power 哎，不过是很顺的过。哎，它这个轮胎的咬地我反而觉得不错哦，不错哦，比 UC6 好哦。我第一次用这个轮胎啦。也比我的 R50好。哎，整辆车的感觉，他讲1000多公斤吧，就米牌 V 重了一个30公斤，但是我加起来，这么感觉这个车比较重呢，还是因为我坐的人多，是吧？有可能，应该是这样。啊，油门很冲啊，是真的。然后这一代的 CVT 呢，就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讲真的啊，老实讲，我比较喜欢 Joseph 那一代的，它换挡的时候会有那种冲劲，好像有一点像 AT 的感觉。反而我觉得那一代的变速箱呢比较有Toyota感，因为阿迪莎 Vios 他们的换挡啊，就是上一代那个啦，它会比较快，升档也比较快，降档也比较快，感觉到比较有像在加 AT 的感觉。那这一代就比较少了，它比较顺了，然后就跟老实讲，好像加 Produa 的感觉啦。哎，为什么会塞车嘞？啊，前面有萝莉。哦，因为有萝莉。哎，柴油吧，有萝莉的话，你们各车吧，超车吧。CVT 就是好，它可以维持在我要的高转，4000转以上就是天堂。NA 车，试一下。哦，中踩刹车。哦，没有的中踩了，到哪里去了 ，bro？OK。还有，你给我，有时候我打醒得了啊，还是要来的哦，这些人。他还有距离的嘛，就是不要慢下来给我，他又不要慢哦，他就是，you know。哎，怎样？你觉得那个坐起来感觉稳很多哎。稳哦？嗯。我那一款因为 Asobo 比较软，隔壁坐起来会怕。这样子如果像少corner来讲，这辆车会比较硬一点的。啊，这样子 OK。它不会硬到很多，但是它的调教哦，就是它软得来，它有支撑性哦。在我过弯的时候，我觉得。你还记得你叫我车上山的时候，我自己都紧张，因为 Asobo 太软，整辆车很晃，而这辆车就真的稳。比如他看我油哦，他看我油哦，就是一点点罢了，一点点。哇，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屁股哎，很听话呀屁股。嗯。哦，送。哇哦！哇啦！呼，紧张，紧张。刹车比你那一代好了一点，是真的。它力道是很有，看我重踩一下，是感觉到停得下来的，很有信心。其实动力也不差啦，差不多啊。只要你维持在高转的，我觉得这差不多啊，不会讲衰退到很厉害啦，比起上一代。其实感觉不太出来啦，感觉不太多，没有水温表，我有点不是很安心啊。这一路来的 Vios 都不给水温表，所以 maybe 买了的车主们呢，就是建议加一个 Luffy 啦。哇，这个过弯太棒了吧！这个 VSC 很干叫。关掉，但是应该是要完全停下来才可以啊！Why？ 为什么Toyota你每次要这样对我们？而且每次交标都忘记。啊，关了之后的确是蛮爽的，就推头哦。然后这辆车它推头比较少，是因为当你在推头的时候哦，它前面的 caliper 就开始在做刹车了哦，减少你推头的这个几率，但是你的车又慢下来了。啊，这是它的一个小特点啊，我很少驾到这样的车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推头的时候哦。它会 brake 前面，它 dis 呢那种是刹车刹在后面，让你会慢下来。这个感觉是这个是在力道都在前面。
你突然想起跟 CD 的感觉是什么呢 ？CD 的感觉底盘没有这样好，这个老实讲，这辆车底盘真的是很扎实。然后我喜欢 CD 的方向盘是因为它比较轻一点啊，可能你觉得在这种山路来讲会比较轻松，但是男人嘛，我会比较喜欢这种重量。只是说，如果你讲以它的精准度来讲呢，这辆车的确是有精准度，只是说我还是比较喜欢 CD 那种的摆动啊，不需要太多，然后它的精准度也是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的。因为Toyota是 made for 耐用、舒服。动力还是要 CD 啦哈，人家120匹耶 bro。是喂。怎样马力大就是王道。是咯。但是这个过弯，我真的喜欢这个车多过 CD 哦，真的。CD 的时候，那时候一推出，我觉得哇，怎么它的避震器好像很扎实去哦，不像以前的 CD 哦。但是现在 Vios 也是做到这样了哦，很扎实，有舒服，要操控有操控。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一类型的车。How was it? John, okay? Jonathan, are you okay? Yes. Fun. Stable the car. Yeah. Actually, it's more stable than the previous version. The previous version is quite good lah. The car is damn stable already for cornering, right? You don't feel the car body roll so much. Very excited lah. Wow. 但是 CVT 你这样子上山啊，就是一个很耗油的车。你看，我已经少了2个了。我从山脚啊，到 KL 来的时候啊，我们一直123，哇，真的有3个人，是咯，有这样的这个操控，我觉得不错了哦。值得。是一个升级啦。如果你想打算从一个旧 Vios 想要换新 Vios 的话，有些情况多的升级是在它的操控。跟它的这个内饰质感摸得到的地方上面摸得到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讲可能实用性上面啊，它的那个椅背不能做倾倒啊，这个是真的比较可惜一点啊。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没有用到，你会觉得，反正我都没有用到，是不是？可是你看 Honda Civic 旧款的也是没有椅背倾倒啊，也是卖得那么好。是哦，大家也是喜欢那辆车，就是喜欢。其实椅背倾倒这些事情不用看得太重了，我是觉得。就好像 spare tire 这样啦，是咯，有些人是真的没有用到，就是有些人觉得有那个补胎剂也是可以的。是哦，反而轻了一个tire更省油也更划算。我反而觉得有样东西应该要加，就是 TPMS， 胎压侦测器应该需要。我觉得那个东西需要多过我的备胎，因为我会随时知道这辆车是不是有爆胎的情况，或者是漏风的情况。在路上很多的爆胎还是继续加的哦。因为他们爆胎他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加上他们车胎漏风了嘛，因为中钉子啊，他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就加到没有风了，然后你要讲，你就要去找 spare tire 了咯。哇哦，那过弯太棒了！这辆车呢，多亏它有这个 telescopic 的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所以我的坐姿会比那个好很多。好多。那个手，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还能够再做出来一点，我会更喜欢，更加有那种跑车的 feel， 更加找得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点。什么点？不是那个点。你看它的那个车头。很听话，很听话耶，车身不会侧倾得太严重哦。就是等于在驾着你那款车，它是比你那款车更好了，更firm。你那个车呢没有改装的话，你觉得脏羞羞，你还是要改一个 Sport Spring， 给它低一点，会更好驾。那这辆车我觉得不需要改，我都有这样的这个操控这样的感觉回馈，很棒。过弯很利落，动力不是很大，所以我可以在每一个弯不松油门的情况下，你看 ESC 出来了，哎呦，干叫了又，哎呀，它好像这款比我记录 VSC 更多哦。是哦，我那款虽然是有 VSC 记录，可是还是可以让你去，你不会感觉到有 break 到这样厉害，可以有这样厉害。
可能新的一代让你更安全，就 setting 不一样。在 corner 突然放一个困了，极危险一下。如果我旁边有车的话，我不是过力。就好像你在 corner 警察开 block 是不对的，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你看上山极爽，不用看后面的。你是看我换一下它。哎呀，ikut kiri kecuali memotong bro。哇，很爽，这过弯哎，哇，很爽很，爽哎！如果把 VSC 关掉，我觉得换一点好的轮胎上去啊 ，best。 nice。真的是踩着油一直上哦，没有放哦。我闻到一些人家下山一直踩 brake 的味道，够力哦。对面来的所以要善用你的 manual gear。 ，better shit， 哎，别的鞋。啊，就很好用了。它的这个 CVT 的 winding 声音会比上一代来的大一点点，点点。对。变速箱跟上一代有所不同，感觉上，就换挡的时候呢，少了一点冲劲的感觉，不过不是大问题啦，就是说这个是乐趣方面的问题，动力还是有的。看，我想要推头都不可以耶，我想要推头真的，它就介入了哈。哎，算了吧，反正开不开 VSC 也没有差太远，那个速度都是差不多，就是说给大家知道一下啦哈，它是有这样的这个感觉。stock car 的感觉。过完了这切豆腐的感觉。老实讲啦，我刚刚驾了 GT86不久，你讲这个过完切豆腐的感觉，我又想起了 GT86。哇，蛮 OK 的 OK 的哦蛮，OK 的。就算是烧到这样子，大家还是还没有出声音哦，这个轮胎很不错，很不错。哇，VSC， 哎。诶，他好像莫名帮我降档哎，刚刚。如果我会帮你降档，那算是这个油牙箱也蛮聪明的。好像知道我需要一些动力。哎，对，人家补给你一脚。OK，试一下 manual mode 4000多转，好像没有什么力的哦，好像不会去的哦，你必须要。哎，我不是把那些安全被关掉了没？他很肯给你降1号档，跟你的车一样。哦，所以我们一到这种差不多到山顶的时候呢，你真的要降到1号档，它才有那个动力去，要不然你觉得那辆车好像不够力去哦。因为1号牙才会去到4000 RPM。哦，要肯降档啊，你要CVT 还是 CVT 啦，所以你为了要增强它的那种耐用性啊，我觉得后期加一个 CVT cooler 还是必要的，真的需要。虽然走到 CVT， 你看我差不多到顶啊，我觉得它的反应还是挺不错的，它还没有动力衰退，还是很肯去高转。代表说没有过热，没有过热的问题。哦 OK 哦，哦，才讲。你加 Ativa 也是这样，你加 Elza 也是这样，差不多到顶的时候呢，它就会亮这种 CVT 的灯给你，你不需要担心。等一下你把它引擎关掉，冷却了一下就 OK 了，没有事情了。所以还是会亮灯。所以你讲我加Toyota，我是不是好像在加 Pro 的话了嘞？你的Toyota不会这样哎，我的不会。有，你信不信？等一下我关掉引擎就没事了，它只是提醒你，哎，我 CVT 有点热啊，你不要再踩了啊。比我那一款更保护牙箱。除了牙箱来讲，其实 overall 都不错，真的比上一代进步很多。
对我来讲啊，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车。我关掉。See you。其实熄火过后，它的风扇还在走。对，因为你的车还是热。对，没有问题了。OK。好了，先说一下我驾驶心得啦。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 CVT 的感觉没有你上一代扎实了。这是 DV-CVT， 原厂没有特地的去强调它到底是不是跟Ativa 啦或者是 Elza 那些用的同一款，我只是感觉它是一样的。你看它能够出一样的这样的灯哦，就是知道了的哈。为什么上一代的 Vios 不会这样？上一代的 Vios 上到顶啊，完全是没有暖车，也不会出灯。上一代的换挡跟降档呢，都会很像 AT 这样子哦，而且那个变速箱绑得很紧的感觉，就好像你今天加的 Mazda 的变速箱，为什么跟其他 AT 为什么这样不一样？因为它的这个动力流失少了，所以上一代的 Vios 给到我这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欠佳的东西啦。动力来讲，我说法是没有感觉到，就跟你那个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就是降1匹马力还有2个牛顿米啦。但是如果你讲操控来讲，我真是发现了很大不同哦。上一代车轻多过这个，你过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整辆车都是侧倾，就是在那边而已，它这样子过，整个车是很稳定的哦，整个屁股啊、车头啊，定定的摇得去。我觉得一个人驾的时候啊，哇，那种左右感觉，我能够想象得出它一定是一个很灵敏的车，就好像之前的 Vios 来讲，我也是赞不绝口的啊，它的这个操控没有驾过，你不懂，去试驾一下山路，你就知道它的感觉是这样的。避震器还是很舒服的哦，只是会比你那代跳一点点。上高速的时候是很舒服，而且比上一代稳定性多了很多。Overall 是一个提升啊，驾驶感受来讲，管它什么没有 spare tire、椅背倾倒我就不讲了，太多人去酸那些东西啊。我们就以试驾感受。因为我没有的资格去讲为什么我没有打算要买这辆车，所以我不能给太多 comment，讲到好像我真的不想买这辆车了，因为我没有想要去买，所以我觉得以一个非消费者角度来讲，不是不可以讲，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去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除非是买到巨多 Vios 我才有资格去这个新的不能啊这样子啦哈。OK， 上锁，P 它会上锁，但是 D 为什么它不会解除那个？踩点油。哎呦，要我踩油哦！这内饰啊，我就不讲了啦，之前有讲过了啦。看一个上一部影片。对，非常感谢Joseph，Thank you，感谢 Jonathan。OK 啊。Alright， 新款的 Vios 呢，我终于把它给开上云顶了。当然，那个小小的提示灯呢，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内哈。也许你说，哎呀，这辆车不是这样子来驾的，但是不是，怎么知道它会亮这个灯呢？我不是的话，等一下万一有一天你们上云顶的话，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CVT Cooler， 长时间把这个变速箱的工作温度降低，也可以延长它的寿命，也可以防止 CVT 打滑。配搭这个轮胎也是比我想象中更好啊。这个影片就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个赞哦。OK， 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拜拜。